最近媒体纷纷报道说，南北韩关系来到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，可能随时会擦枪走火。起因在于北韩突然说要放弃跟南韩统一，后来就开始密集的发射飞弹，而南韩也不甘示弱，以飞弹回敬。难道说南北韩真的要打起来了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朝鲜半岛局势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前阵子金正恩突然宣布说，北韩已经不再把南韩当作是同一个民族，更说南韩是头号敌人，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开战。而且他也不只是说，在这番宣言过后呢，北韩对于南韩发射的炮弹、导弹明显比过去更多、更密集了。除了南韩总统大力斥责以飞弹反制北韩，美国和日本也都跳出来抗议。那有专家就发表评论说，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比1950年韩战爆发之前还要更危险，甚至说金正恩这番宣言代表他已经决定要向南韩开战了。那今天我们就会来聊聊金正恩的发言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意图？那这样子下去，朝鲜半岛真的会爆发全面战争吗？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。忙碌的你想要在职场上面进一步提升自己，但总是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吗？那欢迎你来报名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日本实战硕士学分班。这个学分班有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博士监制，集结了麦肯锡、BCG、纽约大学、一桥大学、早稻田大学等等的权威师资。课程还包含了日本实战研习，带你参访日本知名企业及日本最大工业展，用实战经验和知识理论帮助你成为跨国商业人才。另外，课程还采用碎片式学习策略和论文专案管理系统，提升学习效率，最快1年就可以毕业。现在报名并且填入志祺77优惠码，学费还可以现省3.3万元，赶快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资讯吧。去年底，金正恩呢就在一场会议上面说，因为美国、南韩的威胁与日俱增，两韩统一已经不可能了，所以北韩要改变方针，从此以后呢，不再把南韩当作是同一个民族，而是敌对的交战国。1月中，他又在北韩的最高人民会议上面重申了这个说法。在这场演讲当中呢，金正恩先是花了不少篇幅介绍北韩2024年的内政计划，包含了加强推动现代化工业、完善电力供应，来保障民生需求，也强调呢会强力的落实农村建设，发展地方工业，来缩小城乡差距。接着就话锋一转说今年呢，他要为近80年来的南北韩关系画下句点，并进一步的说明他的计划。首先，他说要修改宪法，把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，并允许北韩在战争当中收复南韩。接着又下令拆除碍眼的统一门和其他的实体象征，从而呢把统一、和解、同胞等等的概念从北韩历史上面完全的抹除。此外，他也下令清理和平统一有关团体，而在当天呢，北韩就解散了所有负责统一的机构，包含了处理对南韩外交事务的和平统一委员会，也就是类似中国国台办的存在。而演讲尾声呢，他更警告说，北韩不求战，但也不避战，只要敌人擦出了一点点战争的火花，他就会动用包含核武在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来反击。金正恩的这个举动呢，很快就引起了国际间的轩然大波。分析表示虽然金正恩本来就常口出狂言，但他这次宣言的性质跟过去截然不同。他从根本上面改变了北韩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核心意识形态——朝鲜半岛统一。金氏政权对于统一的坚持呢，要从2战之后朝鲜半岛被一分为2开始说起。当时美苏分别接管了南北，而获得了苏联提拔的北韩领导人就是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。金日成打从一开始呢就有意武统南韩，取得苏联支持之后呢，也在1950年宣战，但长达3年的韩战并没有换来什么进展。南北韩呢也分治至今，不过双方都没有放弃统一，各自的宪法呢也都认定朝鲜半岛是统一的国家。金日成也在1970年代就定调了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，后来更主动跟美国提出1国2制的方案。金正日继任之后呢，也进一步的提出祖国统一3大宪章的基本原则，像这一次呢被金正恩嫌碍眼的统一门，就是盖来纪念3大宪章的。分析认为金氏政权呢会这么坚持统一，部分是基于民族情感，在两韩分裂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家庭被拆散，所以金日成呢以前就常常说要让朝鲜人跟南方的亲友团聚，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巩固政权。有学者指出，金日成起初呢是靠着苏联提拔上位的，权力不是很稳固，后来开战又差一点点输掉，所以他在战后呢就运用这套民族统一的论述来肃清政敌，合理化自己的威权统治。
比如说呢，他曾经把两韩没能统一怪到当时北韩政权内的其他派系上头，进而独揽大权；也曾经把韩战的爆发归咎于美国霸占南部，怂恿傀儡政权入侵北韩，而借此呢，把自己塑造成抵御外敌、保家卫国的功臣。那靠着世袭继任的金正日，也就延续着这套叙事来巩固政权。而之后的金正恩也是一样，就在前几年呢，他还开口闭口统一，更跟南韩首相亲切的互动，跟现在强硬放弃统一态度有天壤之别。而到底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2018年，金正恩跟时任南韩总统文在寅互动的画面席卷了全球的新闻版面。两人在两韩交界的板门店会谈时呢，不仅在互相的邀约之下，双双的跨越边界，踏足对方的领地，也签署了板门店宣言，立下了全面停止敌对行为、互不侵犯等等的规定。因此，2018年呢，也被媒体称作是两韩关系最紧密的时刻。而这样子的大进步呢，让文在寅更积极的斡旋，间接的促成了2019年的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。但双方针对核武的谈判破局，反而让两韩的关系急转直下。2022年呢，南韩又选出了亲美的鹰派总统尹锡悦，两韩的关系更是恶化。南韩在2022年的国防白皮书当中，就时隔6年的再度将北韩政权定义为敌人，北韩则几乎不顾联合国制裁，频频的发射导弹开发武器。去年11月，北韩更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，随后南韩也强硬的回应，并终止了部分板门店宣言的军事协议。而在金正恩宣布放弃统一之后，北韩更全面的提高了武力示威的强度，包含了加速武器试验更密集的飞弹试射。月初，北韩更往边界的缓冲区发射200枚炮弹，虽然没有真的进入南韩领土，但还是迫使南韩紧急撤离了附近岛屿的居民。不过，南北韩关系也不是第一次恶化了，有必要特地推翻了维持几十年的原则，直接放弃统一吗？金正恩到底想干嘛呢？分析认为，金正恩放弃统一的背后目的主要有2个层面。首先是为了内部的维稳、安定民心，因为北韩近年在疫情打击跟西方各国的制裁之下，经济状况恶化，民生困顿。有评论就指出，金正恩1月中的演讲前半部分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要改善民生问题、缩小城乡差距，甚至最近也罕见的公开批评地方官员，说北韩落后地区连基本生活物资都无法正常供应，这些就都间接的显示出北韩地方民心不稳的状况。此外，这种民心不稳呢，也跟长期因素有关。90年代北韩大饥荒以来呢，养不活人民的北韩政权就开始默许地下市场的发展。在那之后出生的年轻世代，也就得以透过黑市接触到南韩流行文化，加深了他们对南方的向往。分析认为在这种背景之下呢，金正恩可能是想要透过放弃统一来转移民生问题的焦点，同时呢，也借由把南韩塑造成非我族类头号敌人，来调整大众的意识形态，加强内部的团结。此外呢，也有说法认为金正恩是基于他个人的野心，想要摆脱爷爷跟爸爸的民族观，透过全新的历史诠释和国家定位，重新呢去塑造他政权的合法性，并且合理化他对于核武的投资。再加上近年来呢，北韩跟中俄的关系急速的升温，也可能让金正恩更有信心去采取这种大胆的举动。那这难道是代表金正恩是真的打算宣战吗？在金正恩放弃统一不久之后呢，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北韩专家就发表评论说，朝鲜半岛局势比韩战爆发前还危险，因为这代表金正恩已经放弃跟美国正常互动，并且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。不过，绝大多数的分析都认为金正恩应该不是真的想要开战。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指出呢，金正恩应该知道，如果现在发动战争，会导致自己的政权灭亡，因为美国呢跟南韩的军事力量实力比北韩更强，而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不好，应该会想要减少军事压力，所以应该也不会支持北韩开战。更直接的迹象呢，则是北韩直到现在都还在把大量的武器卖给俄罗斯，但真的要备战的话，应该会自己留着才对。而且北韩最近虽然动作频频但并没有使用更危险的武力，代表冲突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在挑衅。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的研究员就表示，这次把南韩列为头号敌国，或许只是金正恩考虑到目前的政治格局，试图用新的手段来引发焦虑。目的可能是想要趁着俄乌以及以哈战争相继爆发，西方社会蜡烛两头烧的这个情况之下呢，用战争当作筹码，逼西方上谈判桌，重新考虑核武问题。此外呢，也可能是想要借着武力的威胁，影响今年的南韩还有美国的大选。那在于北韩的挑衅之下，南韩跟其他各国又是怎么样反应的呢？
面对北韩最近一连串的动作，南韩政府起初以高度警觉、强硬的态度回应。南韩国防部长1月初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，就反复的强调双方可能发生冲突。而总统尹锡悦更是扬言，如果北韩挑衅，他们会加倍惩罚。那在北韩向缓冲区发射了200枚炮弹之后，南韩也真的在相应的演习当中发射了400枚左右的炮弹。不过，随着情势发展，南韩政府的态度又突然软化。1月中呢，国防部长就改口说没有看到北韩备战的迹象，还说会叫的狗不会咬人。总统尹锡悦呢，则把焦点转移到4月的大选，说北韩可能会透过武力威胁、网络攻击等等的方式介选。韩国媒体的分析认为，对于执政党来说，其实面对北韩威胁展现强硬立场，对他们的选情比较有帮助。那为什么南韩政府后来态度又转变了呢？有南韩学者认为原因出在韩国股市。他指出，政府连日强调战争危机，吓跑了很多的外国投资客，导致南韩股市在1月上半暴跌，创下了2008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。所以政府的态度呢，就变得比较克制就是想要挽救这个股市的灾情。那除了南韩之外呢，其他国家则普遍呼吁避免事态恶化。美国就发声明表示，会持续的和南韩、日本合作，维持区域的稳定。同时呢，也向北韩喊话，强调美国没有敌意，愿意在没有预设条件的情况之下跟北韩对话。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，在回应两韩局势的时候，虽然用字遣词相对保留，但呢也没有回答记者是不是早就知道北韩的计划。但他们也同样呼吁各方呢，透过对话均衡的解决各自的合理忧虑，尽快的推动朝鲜半岛的长期稳定。但话说回来，现在的紧张局势真的能够稳定下来吗？接下来的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呢？面对接下来的发展，多数分析认为，短期之内北韩应该会继续挑衅，但是会采取比较克制的手段来避免局势迅速的升温，比如像是2010年炮击南韩岛屿军舰那样子进行局部的武力攻击。不过也有意见认为，金正恩现在可能还没拿定主意要做什么或什么时候做，所以他可能会渐进式的慢慢的加大攻击力道，来试探南韩跟国际社会的反应。此外，一些分析还表示，北韩能够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来扰乱局势，比如以网络攻击假新闻等等的方式介入南韩4月的国会选举。而这场大选的结果呢，也可能会影响未来局势的走向。因为韩国现在是朝小野大，总统尹锡悦的执政党呢对于北韩比较强硬，但相对亲北韩的在野党是国会最大党。那如果4月的选举结果由执政党获胜，面对北韩的挑衅，南韩就比较可能会持续甚至是加大反击力道，让局势持续的升温。而除了南韩的选举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局势的是11月的美国大选，因为川普很有可能会再度的参选美国总统。那有分析就认为，曾经跟金正恩密切对话的川普，这次如果又上了台，他可能会彻底的放弃美国一直以来的北韩无核化目标，转而允许北韩发展核武，彻底的改变整个局势的走向。在看这次事件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既视感多少想起了之前裴洛西访台的时候，中共在台海实施一连串军演，国际媒体都纷纷报道台海局势有多么的危险。那虽然国军有加强戒备，但台湾人民倒是没有非常大的反应，很多人照样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就算海边不寻常出现了更多的军舰，还是有人呢携家带眷去海边玩水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有看到各国媒体纷纷报道南北海之间的局势有多么紧张，甚至有媒体形容，现在东亚最危险的地方已经不是台湾海峡，而是朝鲜半岛了。不过，就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主观观察，还有私下跟韩国朋友的交流，我们觉得南韩人民现在的反应呢，有点像前年的台湾人那样子没有太大的恐慌，还是照样的过着日常的生活。而且，其实过去朝鲜半岛或是台海局势升温的时候，也都有西方媒体会报道南韩或台湾人这种过分淡定的状况。很多西方分析认为这是缺乏危机意识的表现。那么觉得西方分析说的确实不无道理，因为不论是台湾人或是南韩人都太常被左边邻居文攻武吓了。那这或许呢，就像是狼来了的故事一样，在太过频繁的威胁恐吓之下，我们可能对危机渐渐的麻木，习以为常了。但换个角度来说，这种淡定也未必都是坏事。毕竟如果每次被威胁呢，人们都要整个带弹，那应该会对生活的影响很大。而且如果反应太大，变成集体恐慌，也不一定就比较好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觉得，或许这种淡定并不是代表人们完全不担心、不害怕，而是因为在地人天天都活在这些资讯里面，所以对于局势呢，会有自己的判断，不一定会因为邻居动作很大就认定会开战或者是发生什么事。那或许呢，也可以说是某种自我调试，让我们在太过频繁的危机之下，也能够好好的过生活吧。
好的，那最后呢，想问大家，你怎么样看现在的两韩局势呢？很危险，北韩这样子改变维持了几十年的原则，就是想要开战吧？B 还好吧，北韩以前呢也有过更严重的挑衅，但也没有构成战争啊。所以不知道，感觉呢变数太多了，要再观察一阵子再说。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北韩的不统一宣言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韩战对于台湾的影响以及两韩统一的介绍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